我是一个无脑扶解魔，把姐姐的3个儿子都培养成才后，甚至将亿万家产全部转给了姐姐，自己女儿脑萎，妻子心脏搭桥都没舍得掏1分钱，最后害死了女儿，连妻子最后一面也没见到。老婆，借我点钱，年底了，我想孝敬咱妈一点。2000行吗？都2024年了，你觉得2000拿得出手吗？家里只有5000了，那是问我娘家哥借来过年用的。先拿来孝敬我妈，我们吃点苦没事，区5000块钱，以后有钱了还她不就行了？区5000，自打结婚起，你给过我一个钢镚没有？以前你能赚钱的时候，把钱全都交给你妈和你姐姐，1分也不给我，而我除了供你吃喝，还得给玲玲看病。我好不容易找娘家哥借点钱，你还要全部拿走，我是给你脸了吗？滚一边去！陆野愤愤地看了眼楚香儿，扭头走出了厨房，最后只好把目光瞄向女儿的存钱罐。女儿30多了，还只有3岁智商，此刻正一个人玩过家家。不许碰我东西！真是白养你了，按义务我养你到18就行。今年你都38了吧？爸爸不计较这些，你先给我拿3000孝敬你奶奶。你养我了吗？你的钱都拿去养别人家的孩子了吧？别乱说，你姑姑怎么能算别人呢？你养谁就问谁要钱花，别动我的东西。眼看拿不到钱，陆野恨恨地骂完，转身离开了出租屋。老婆孩子都和他不亲，他准备到朋友那先借点，到时候让姐姐帮还。辗转4、5家都没借到，陆野失落地走向母亲家，来到一个3岔路口，正巧碰到姐姐和姐夫2人。姐，给我拨点款，老妈没养老金，你知道的，我想孝敬她一点。你孝敬丈母娘找我们拿钱就不合适了吧？我们毕竟是外人。你们从结婚到现在几10年，吃住都在我们陆家，3个儿子，我妈从出生帮你们拉扯到现在，你怎么能说这话？让她帮带孩子的时候，怎么不说是外人？那是她愿意，她稀罕我家的男孩，谁叫你没本事生儿子？你晾了老婆几10年，也不疼女儿，该不会不是你的重吧？早知楚香儿给我玩多好。开个玩笑，生什么气？算了算了，给他点菜金吧。姐姐嫌弃地皱了皱眉，不耐烦地掏出50块钱，扔在地下，扭头离去。你们这样对我，还有良心吗？就在这时候，一辆泥头车呼啸着开了过来，丝毫没有减速的意思。爸，快闪开！快停下，快停下！你卷走我女儿了！爸爸，你没受伤吧？妈妈让我给你和奶奶送水饺和钱。玲玲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为什么要救爸爸？因为爸爸聪明，爸爸帅，爸爸不要哭。玲玲早就不想活了，玲玲天天被人喊弱智，好难过。以后玲玲存钱罐里的钱都归你了，你不要再欺负妈妈了，好不？玲玲，你醒醒，千万不要睡啊！爸爸不能没有你啊，玲玲，爸爸对不起你，都是爸爸害了你。陆野抱着女儿失声痛哭，想唤醒女儿。他头一回知道失去亲人是怎样痛彻心扉的滋味，心脏就像被一点点剖开似的，痛到窒息。玲玲，你快醒醒，你快醒醒啊！玲玲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该死的是我呀！我不配做爸爸，我不值得你拿命来救，我不配。围拢的人越来越多，看着头发花白的老男人抱着孩子哭得悲怆，都唏嘘不已。这时一个大汉冲过来，老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你老婆听到噩耗，心脏病犯了。求求你救救我老婆！玲玲没了，我不能再失去老婆了。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人已经没了，已经没了，没了。妈妈，哥哥又打我了，玲玲的头好疼啊！是玲玲的声音，一定是到地府了，又能和香儿和玲玲团聚了，太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这次我一定保护你们。这个环境有点熟悉，这是哪里？1986年，难道我这是重生吗？玲玲乖哦，妈妈手上有农药，妈妈给你呼呼，呼呼就不疼了。咦，真不疼了啊！妈妈，我饿了。那妈妈给你包洋槐花饺子吃，好吗？好，玲玲喜欢吃洋槐花，花花很甜。乖哦，先去玩吧，妈做好饭喊你，记得离表哥远一点，也别靠近池塘。玲玲不想玩，玲玲想等爸爸回来。好，爸爸一下班，哥哥们就不敢欺负你了。爸爸，玲玲来接你了。陆野师范毕业之后，就在公社的小学教书，女儿几乎每天都去路上迎他，仰着小脸，甜甜的喊着他爸爸，但他只会把外甥们抱起来，放在自行车上推回家，对女儿视而不见。不是他重男轻女，而是不喜欢妻子楚香儿，连带着也不喜欢他生的孩子。他有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叫牛菲菲，两人都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，但牛家除了要3转1响4大年，还要800块彩礼。正在他四处筹钱的时候，一直暗恋着他的楚香儿乘虚而入。楚家不光不要3转1响，不要彩礼，还倒打许多嫁妆，他母亲就心动了，所以他被迫娶了楚香儿。牛菲菲和我感情再好，钱不到位也不嫁我，
反而是楚香一辈子守着我，即便我残疾潦倒，这个女人才值得我一生珍视。不好，零零落水就在今天。我是一个无脑扶姐魔，把姐姐的3个儿子都培养成才后，甚至将亿万家产全部转给了姐姐。接上集，女儿为了保护陆野意外去世，陆野受不了刺激也嘎了，没想到却意外重生了。不好，零零落水就在今天。陆野来到池塘边上，就看到他的3个外甥将他的女儿围在中间，推推搡搡。玲玲双手护着脑壳，但她的手太小了，护着这边，人家就打他那边。3个狗崽子专门打他的头，但当着他的面却从来不动手。更让陆野气愤的是，他的姐夫就蹲在旁边的树桩上跟人聊天。旁边的村民提醒他小孩打架了，他也装看不见，毕竟他儿子多，不会吃亏。你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我爸爸就要下班了，你们等着瞧。我舅舅会帮你吗？就是舅舅最疼我们，你一个不值钱的丫头片子，还以为自己是快宝呢。这是舅舅给我们买的小儿酥，可好吃了，你有吗？你跳河里去，我们就给你舔糖纸。对，跳一次给1张。不要。玲玲可不傻，低着头想走。3个男孩可不想放过这个玩耍的机会，他们互相递了个眼色。最后由小2出面，一双手猛地推向小表妹。陆野见势不妙，猎豹一样跃出，一把拎起女儿的后脖领。2外甥扑了个空，刹不住车，扑通一声把自己射河里去了。不好，有人落水了！村民一阵大乱，有的拿树枝，有的拿水桶，准备捞人。爸爸，对不起玲玲，爸爸来晚了，爸爸以后再也不会让玲玲被欺负了。玲玲见父亲快哭了，还以为他害怕被姑姑打，毕竟落水的2表哥可是姑姑的儿子。爸爸你怎么哭了？爸爸你别怕，玲玲会保护你的，玲玲拼了命也会保护你的。陆野听了这话，想到女儿拿命救自己的惨烈一幕，眼泪一下绷不住了，把脸偏到一边，泪洒当场。爸爸乖，不哭不哭。玲玲抬起小手给爸爸擦泪，奶声奶气地哄着爸爸。突然她看到姑姑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，小家伙立刻将爸爸的头抱在怀里，牢牢地护住。别打我爸爸，打我！你这死丫头，就是个扫把星。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没看到他把咱小2坑到河里去了，你还不去救人？你要这么讲，那我得跟你掰扯清楚，你家小2到底怎么掉河里的？怎么掉河里的？陆美兰心里清楚，以前陆美兰仗着弟弟的宠爱，一向牛得不行，她以为这次弟弟还会惯着她，但她没想到弟弟会抢她。见弟弟态度强硬，她的气势顿时削减了几分。弟，你先去救救小2好不好？那不是有人在救了吗？他们一个个长得那么挫，跟3寸钉似的，又不勇敢往水里跳，怎么救得上来？不救了。就是啊，帮他救儿子还得挨骂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那意思。陆美兰想要解释，但村民都往家走了。陆美兰急得六神无主，眼瞅着2儿子还在水里扑腾，越扑腾越远。她那五短身材的老公只敢拉着树根一点点往下滑。弟，你快去救小2，你不是最疼他吗？是啊，我最疼他了，但上辈子我快饿死的时候，小2可是一口汤也没给我喝呀。我抱着孩子怎么去给你救？他算什么孩子，就是个赔钱货，跟他那贱妈一样。妻儿无端被辱，陆野气得额头青筋暴起，一拳倒在了姐姐的左眼上。你竟然敢打你姐！打的就是你，赔钱货也是你，带着男人和一窝孩子啃娘家的血。楚香儿可没像你这么干啊！见一向疼爱自己的弟弟这样无情对自己，陆美兰的眼泪一下子出来了，委屈的捂住脸，哭着跑回家找母亲去了。玲玲，到妈妈这里来，你快去救人，人命关天。行听媳妇的。几秒钟后，陆野拎着喝了一肚子水的刘小2，塞给了还在岸边打滴溜的姐夫刘昌盛。弟，小2一肚子水怎么办？一肚子水就往外控水啊！可是我不会啊！陆野无奈，接过小2，帮小2吐水。刘昌盛一双眼睛却往弟媳身上瞟，看得眼睛直愣，哈喇子都淌出来了。短短几秒，他就在幻想中和楚香儿完成了所有招式，还生了一堆孩子。楚香儿又跑回家，拿了个包被过来，想给2外甥裹上。我来。刘昌盛连忙去接包被，想趁机摸一下楚香儿的手腕，好滑溜，好柔嫩，跟没骨头似的。陆野嗖地站起来，一脚将刘昌盛踹到了河中心。小舅子，咱俩感情那么深，你咋踢我呢？香蕉你个大冰箱，我给你救孩子，你却占我媳妇便宜，我今天非弄嘎你！阿爷，不要！我不能图一时之快，我的命是要拿来向妻子女儿赎罪的，没必要为了这个人扎搭进去，得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将刘昌盛全家灭了。是哪个绝户头的，把我外孙推水里了？陆野刚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就听到熟悉的骂声，回眸就看到姐姐陆美兰携着母亲夏荷花跑了过来。以后谁再敢碰我老婆孩子半分，我就要谁的命，包括你夏荷花。妈，听着没？这不孝子对你直呼姓名。玲玲见势不妙，立刻聪明地引开奶奶的注意力，小手一指，看我姑父，
在河里游泳呢。当家的，你怎么在河里？弟，快救你姐夫！救你妹呀！媳妇玲玲，走，咱们回家。玲玲是饿了吗？爸爸，我有肉，我想给你肉吃。那说话要算话啊。孩子上次吃肉还是过年的时候，要不是大姑姐一家抢走了粮食，就能拿粮换点肉了。玲玲，让爸爸先去冲澡，不然一会感冒了。说完，玲玲挪着小短腿跑了，楚香儿则去准备做饭。冲完澡的陆野凝着妻子忙碌的身影，正想去帮忙的时候，玲玲捏着一只烤熟的蚂蚱走过来。爸爸，肉来了，我们一人一半哦。蚂蚱看起来放好几天了，翅膀都断了，枯瘦的，却是孩子唯一的荤菜来源。陆野突然破防了，别过脸，热泪就流了出来。不分了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小家伙见爸爸哭了，连忙妥协，他太爱自己的爸爸了，要是换个人，他分都不愿分，何况全都给对方。我是一个无脑扶姐魔，把姐姐的3个儿子都培养成才后，甚至将亿万家产全部转给了姐夫。接上集，女儿抓到一只蚂蚱，为了给爸爸分享，直到把蚂蚱都饿瘦了，自己都舍不得吃。爸爸，肉来了，我们一人一半哦。蚂蚱看起来放好几天了，翅膀都断了，枯瘦的，却是孩子唯一的荤菜来源。陆野突然破防了，别过脸，热泪就流了出来。不分了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谢谢宝宝，爸爸带你去吃肉。陆野咬着牙，强迫自己咽下泪水，抱起女儿，大步走向隔壁院子。此时，他们母亲和姐姐一家，桌子中间赫然摆着一盘土豆炖五花肉，肥肉上闪着诱人的油光。这些肉是他陆野的钱买的，他的亲生骨肉，有资格分一杯羹。看到陆野抱着孩子来了，夏荷花紧张了一下，陆美兰赶紧给儿子们使眼色，快往嘴里扒，快！等陆野走近，已经光盘，连个葱花也没留下。以前的我真是眼盲心瞎，姐姐一家这个德行，我居然觉得好。随后，陆野冷着脸走进父亲的房里，父亲已经卧床，痰盂里有不太新鲜的米田共。陆野抄起痰盂，狠狠砸在了餐桌上。围桌吃饭的人脸上瞬间都一片黑黄，最惨的是刘昌盛，他正张着大嘴想喝粥，刚好一股黄汤溅他嘴里。卧槽，是米田共！此刻的陆野早就抱着女儿迅速逃离现场，听着身后传来一阵阵惨叫，心里舒坦极了。这才只是个开始，以后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玲玲看着手里的蚂蚱，虽说也是肉，但怎么比得上大肥肉？小嘴一瘪，快哭了。玲玲乖，不哭，爸爸有钱，爸给你买肉。真的？当然真的，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？爸爸好棒，爸爸真好。爸爸，你买肉除了给我，还给谁吃？陆野知道他担心什么，毕竟他之前是一块糖都不给女儿吃的，全养3个外甥了。不给大表哥吃，不给小二吃，也不给三表哥，全都给玲玲吃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玲玲笑得跟银铃一样脆，笑得口水都出来了。妈妈，我的鞋坏了。没事的，等下妈妈帮你焊上。玲玲的衣服虽然穿得干净，但都是旧衣服，全是捡别人穿剩的。陆野看在眼里，恨不得现在就赚大把钞票回来，交给楚香儿，让她和玲玲想吃什么就敞开吃。我不能再等了，挣钱，挣钱。爸爸。玲玲早房被爸爸开溜，小短手一把抱住爸爸的腿，眨巴着漂亮的大眼睛，仰头看着爸爸。吃了饭再走，不行吗？我不饿。陆野其实已经很饿了，而且刚获得新生，他特想和妻子女儿待一起，吃顿团圆饺子，但他必须去挣钱。玲玲乖，爸爸要工作，妈妈给你烤红薯吃，好吗？玲玲点点头，才依依不舍地松开了爸爸的腿。去哪里搞钱呢？有了。我操，你把烂泥溅我脸上去了！你有瞎跑的功夫，就不能帮你老婆做点正经农活？一个男人不养老婆孩子，去养姐姐一家，你姐姐一家过得再好和你有毛关系？你姐姐过得好，只能说明你姐夫有本事。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，我呸，憨批一个！虽然陆野文化高，工资高，但村里没人瞧得起他，因为他老婆楚香儿是全村最穷的女人，穷到饭都吃不饱。可怜那楚香儿，每当粮食一收成，就会被婆婆和大姑姐拉走。陆野也不制止，导致就连全村最懒的懒汉二愣也看不起陆野。陆野根本没时间理会闲杂人，而是拼命的刨土，把大泥鳅从泥里抠出来，涮干净，放水桶里，直到挖了整整2桶才收手。这一桶应该有30来斤吧？嘿嘿，香儿玲玲，我再也不会让你们缺钱花了。差不多40分钟后，陆野来到了县城的一个家属大院，找了面墙，在墙上写了2行字。哟，这卖泥鳅的小伙字写得真漂亮。是啊，这小伙子不光高还壮，瞧这大肌肉筷子，隔着衣服都觉得有劲。哎呦，帅得我腿打颤。应该是帅得合不拢腿了吧，哈哈哈。几个阿姨仗着人多，也不怕害臊，一群中年妇女不看泥鳅，反倒盯着陆野看，左左右右，上上下下的研究，赞叹连连。姐姐们别光看我啊，我的泥鳅更漂亮，这可不是一般的黑泥鳅，
确实好看，不过谁吃这玩意啊？可脏了。这就是你没见识了，这玩意不但不脏，煲汤比排骨还好喝，而且还能壮大洋呢。这东西能壮大洋，那我得给我们当家的买几斤，便宜点吧，小伙子，1块钱2斤怎么样？姐姐你也太狠了，好歹它也是荤菜啊，我费了好大功夫才捉到的，赶了几10里地，就为了姐姐们吃口新鲜的，错过了可就没了。你明天不来卖了？这我也不能保证，这种鲜物不是每天都有的。那你给我称3斤吧，养着慢慢吃。好嘞。有人起头买了后，其他人也纷纷跟着买了起来。不过半个钟头的功夫就被抢购差不多了，场面相当火爆，把左边卖狗肉的张三和右边卖豆腐的黄二麻子都羡慕哭了。我去，现在做个小本生意都得看脸了。小伙啊，你什么时候再来卖？我们还买。对，就算没你糗了，你卖别的也行。卖别的？村里有洋槐花、蒿菜、荠菜这些，但真心卖不起价，也不压秤，而且城里的生活条件也刚好转，大家都是吃野菜过来的，看到野菜估计都烧心，最好卖营养价值高点的东西。对了，村里有人放风，我可以卖蜂蜜，你们要新鲜的洋槐花蜂蜜吗？要，你卖的蜂蜜肯定不掺假，我们信任你。信任我？都说城里人挑剔又精明，这看着也不像啊。凭你这张脸，我们就信。对，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的，却来做小买卖，没必要卖假货。你要想来快钱，靠脸就行了，哈哈。妇女们大笑着调侃。这个年代，年轻的女子都很羞涩，反而中年妇女在言语上放得开。陆爷也没当回事。顾客们散去之后，陆爷把营业额从包里拿出来，数了数，居然有50块3毛9。我在乡镇教书，每月才50来块，这做买卖半天就顶我1个月的工资了，真是遍地捡钱的年代，一点都没错。嘿嘿，收摊买肉去！娘的，那3个狗东西居然拿糖来馋我的宝贝女儿，今个我就让那些混蛋知道什么叫亲爹。我是一个无脑扶姐魔，把姐姐的3个儿子都培养成才后，甚至将亿万家产全部转给了姐姐。接上集，母亲一家拿着陆野的钱大鱼倒肉，女儿却饿得只能吃蚂蚱。陆野抓泥鳅挣到第1桶金，准备去供销社给女儿买肉吃。各类糖果、朱古力，给我来10块钱的，再给我称2斤里脊肉、2斤肥膘肉、3斤牛肉。您家里这是办喜事啊？不，买给我女儿当零嘴。那您女儿可真是太幸福了。买完东西回到家，陆野刚把东西放好，正准备给媳妇和女儿做晚饭，脑袋里突然冒出母亲一家吃肉的场景。想到这里，陆野心头闷闷地走向隔壁院子。此时的夏荷花正在院子里给外孙们逮狮子。妈，玲玲想吃肉，您把我工资给我点，我给她买2两。一个小丫头片子吃什么肉？长胖了不好嫁人。一个3岁的孩子从哪里能扯到嫁人啊？妈，玲玲可是你亲孙女，就给她买一次吧。没有，我哪有钱给她买肉？母亲不耐烦的样子让陆野想到上一世姐姐扔50块钱给他的样子，就是这样的表情，一模一样的嫌弃。好，那你做初一就别怪我做15，今天你不给我，以后你也别找我要。切，好像谁稀罕你给似的，我女婿给我就行。好在是新社会了，女婿跟儿子一个呀。呵呵，你说一样就一样吧。阿爷，阿爷。陆野没走几步，就听到东屋方向传来苍老虚弱的声音，身子一僵，心里却澎湃的厉害。爸。陆野和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糟糕，要放以前，父亲喊他，他根本不理。其实他和父亲并没有多大的矛盾，就是他从小被母亲灌输配偶无用论，各种花式洗脑，说母亲最亲，其次是姐姐，还说父亲想他。陆野被恶心到，敌对关系就这样形成了。这个你拿去给玲玲买肉。父亲面容枯槁，撑着半边身子，竹节般的枯手颤颤巍巍地伸过来，是一卷零钱。看着这卷钱，陆野眼眶有些酸，心里难受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上一世的玲玲。妈妈让我给你和奶奶送水饺和钱。隔着时空，他的老父亲和他的女儿做出同样的举动，他们都那样爱他。拿着吧，孩子，我要是能走动，就亲自给玲玲买了。爸，我替玲玲谢谢您。陆野不想伤了父亲的面子，伸手刚想接钱，门吱呀一声开了，夏荷花像饿死鬼一样扑过来，一把抢过钱。老东西，还敢藏私房钱！你把钱还给我，那是给我孙女的。夏荷花冷哼一声，把钱往裤腰里一掖，转身走了。你别生气了爸，你看我有钱，我刚才只不过是为了试探一下我妈。只要你们以后不再任由那母女俩摆布，好好养自己的小家，我死也瞑目了。陆野安置好父亲，回到自家的院子，把牛肉炖熟后，开始做其他菜。不一会儿，香味随之弥漫在空气中，香味传了半个村子。3个小崽子闻到香味，馋得直流口水。奶奶，我们要吃肉，快给我们做肉。好，我给你们小鸡炖蘑菇，行不行？时间很快来到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楚香儿疲惫地领着女儿从田里回来。玲玲闻到空气里的肉香，又挪不动步了，
看到奶奶端着一大盆热气腾腾的小鸡炖蘑菇，玲玲想吃肉的心瞬间崩到极点。鸡肉应该比猪肉还好吃吧？看什么看？真馋，个死鬼偷生的啊！玲玲，到爸爸这里来。爸爸，玲玲乖，不哭，看爸爸给你买了什么。陆爷把糖三角从背后拿出来，玲玲不认识，但通过散发的香味知道是好吃的。哇哦，爸爸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！好吃你就多吃点，老婆你也吃。先回家吧，我的手被树叶染得黑乎乎的，脸上也有很多灰尘，怎么可以吃东西？玲玲，你看桌上是什么？哇，是肉，还有糖。玲玲看到一篮子花花绿绿的糖，眼睛被闪得快速眨动起来，就像《西游记》里偷袈裟的老和尚，表情一模一样，眼睛快被闪瞎了。楚香儿洗了把脸，又搅了搅毛巾，准备给女儿擦擦小脏手，一转脸就看到女儿手里拿了个红彤彤的冰糖葫芦，开心的手舞足蹈。妈妈快看，冰糖葫芦好好看哟。好看又好吃。妈妈，爸爸给我们做了好多肉，快点来吃肉啊！肉，舅舅买肉给他们吃了。隔壁院子3个男孩听到声音，爬上墙头，好奇的往舅妈这院子里张望。这一望不要紧，就看见舅妈的桌子上全是肉。舅舅，我们也要吃。那排牛肉归我，油渣是我的，谁敢和我抢？都是咱们3个的，别争。凭什么是你们的？我爸爸买的，都是我的，对吧，爸爸？对，都是玲玲的。我也有小儿酥了，爸爸给我买的。舅舅偏心，你给我们才1人1颗小儿酥，凭什么给他一大包？就凭他是我爸爸，我还有朱古力呢。舅舅，给我们一点吧，我们都没吃过。不给，想吃让你们爸爸买去，只有自己的爸爸给买，才是真正的本事，靠别人的爸爸算什么？哎呀，这是什么神仙东西，太好吃了！玲玲，楚香儿是个有涵养的人，低声制止女儿，小团子立刻笑嘻嘻的，敬个礼表示知错了，才重新坐回小桌旁。阿爷，你哪来的钱？放心，都是我靠劳动赚的，光明正大的钱。听陆也说光明正大，楚香儿便不再多问，他说光明正大，他就相信。阿爷，你多吃一点，你都瘦了。你也敞开吃，还多着呢。你看你自己都瘦成啥样了，还在关心我。墙头上3个外甥看吃播，看得快妒忌死了，尤其是2外甥，眼里闪过浓浓的恨意。舅舅以前最疼我了，多怪玲玲这不值钱的丫头片子。他们不给我吃肉，你去端，把他们的肉全都端过来，一点也不给他们留。明明已经买那么多肉，还问我要钱买肉，这小子跟谁学的？太阴了！妈，我弟回去养他们母女了，我的儿子们怎么办啊？别乱想，你弟弟不是要去大城市打拼吗？他应该是做菜给自己践行呢。就算这样，他也该给我3个儿子吃，毕竟我是他亲姐姐，是亲人，媳妇是外人，他又不是不懂。原谅你弟弟吧，他的工作都让你男人接班了，以后你男人领了工资，你还怕养不了孩子？对，关键时刻还得是老公。弟弟不过是个旁系，而且又不是一个爹的，哪里靠得住？肯定是楚香儿挑唆的，我等下去找他麻烦去。对，全怪他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要让楚香儿身败名裂，在陆家村抬不起头。接上集，母亲一家拿着陆野的钱大鱼大肉，女儿却饿得只能吃蚂蚱。陆野抓泥鳅换钱给女儿买肉吃，却引来母亲和姐姐的不满。肯定是楚香儿挑唆的，我等下去找他麻烦去。对，全怪他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要让楚香儿身败名裂，在陆家村抬不起头。儿子，你过来一下，开个家庭会议。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吧。谈谈你爸的事。他有什么好谈的？你不是要去大城市挣钱吗？谈谈你爸的归属，以后谁来伺候他？这些菜给绝户头吃，真是浪费了。你说谁绝户头？我没说你，我说他。说他不就等于说我吗？是你，一定是你挑唆我儿子，挑唆我们母子不和。我没有，还不知悔改，这是和婆婆说话的态度。给我跪下！儿子，你就由着他对我不敬。哪里对你不敬了？还给你跪？你脸怎么这么大？赶紧给我咕噜出去！哈哈，我还不想沾这绝户头的地界呢。夏荷花又恶毒地说了一句，把楚香儿打击得灰飞烟灭才走了。陆也气得额上青筋直跳。别听夏荷花胡说，我只要玲玲一个孩子就够了。我没事，你去开会吧，顺便把饭菜给公公烧去。给我爸拿点泥鳅汤就行了。楚香儿目送着丈夫离开后，眼泪终于滑落下来，无助又绝望地暗恨着自己无能。她一直想再给丈夫生个孩子，但一直怀不上，也许是太累，也许是生活太辛苦。每次一收成，婆婆和大姑娘就把粮食拉走，她都不敢吃饱饭，身子亏得厉害，生理期都乱了，月事不来也是常有的事。唉，怀不上也好，养一个孩子都费劲，更何况2个呢。爸，你把这泥鳅汤喝了吧，给你孙女煮的，
她不乐意喝。儿媳也不喝吗？她更没用，光闻味就吐了。行，那爸喝。你慢点喝，你放心吧，我以后不会再丢下你不管了。儿子，我听到他们撺掇你出远门呢。你放心吧，我哪都不去。你好好补充体力，好好活着。儿子想做点生意，还需要你的支持呢。做生意好，肩挑4两为客，帮人1日为奴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我想做木材生意，但本钱不够。木材，爸倒是能给你弄到木材，但是你得答应我，你赚的钱不能再给夏荷花和陆美兰了，只能给你媳妇。我知道了，爸，我已经明白了，妻女才是我最亲近的人。明白就好，爸给你赊，不是爸夸海口。这茫茫陆家山的木材，你想要多少，爸都能给你弄到。先别说大话，你现在都卧床了，谁敢赊给你？你现在的任务是先把身体养好。你放心，孩子，爸还能起来。就算为了你和玲玲，爸也得好好活着。好，那我就先走了。陆老爷子目送儿子的身影，抚摸着手里的糖三角，嘴唇不可自控地翕动着，一行浑浊的老泪滑落。这是儿子给我买的，儿子说以后不会不管我的。儿子没有铁饭碗了，被刘贼坑去了。为了儿子，我得好好的活。既然谈我爸的归属，那就直接谈吧。弟，爸当然由我管。你不是要去大城市淘金吗？你放心去，父母我照顾。对，我们照顾。岳父岳母就是我亲爹娘。小野，你看你姐夫多好，你得向他学习。行，我向他学习，呵呵，学习他利用完你，不养你。弟，你放心去外面工作，每月给爸妈寄点生活费就行。对，你放心去吧，我和你姐在家，除了孝顺父母，就是把咱家的3个娃培养成才。对，等娃长大，舅父功劳最大，以后娃们给你养老，永世祭拜。永世祭拜，又开始糊弄鬼了。从古至今还没听说谁家祭拜舅舅的，看来我不连夜出去挣钱，都对不起这永世祭拜。连夜出去挣钱，好啊，太好了。陆美兰见弟弟顺从了，和丈夫对视一眼，欣喜若狂。刘昌盛比妻子更欣喜。等陆野一走，我非得好好疼疼楚香儿不可。我马上就要接陆野的班，端铁饭碗了。楚香儿还不得巴结我？到时候非给他种几个儿子，把他从绝户头中拯救出来。行，那我走了。弟，这块饼子你带着路上吃。陆野没回话，接过饼子，转身离去。此时的天已经黑了，楚香儿心神不宁地坐在煤油灯下，手里绣着花鞋垫子。这些鞋垫她拿集市上卖，8分钱一副，卖了换些盐吃。以后别做这些了，赚钱的事交给我，我有事要出去，你锁好门。听陆野说要走，楚香儿不知哪来的勇气和胆量，抬手环住他的腰，想祈求他留下来，哪怕一天饿他3顿，只要别走，他孩子天天能看到爸爸。这时陆野从口袋里掏出一卷钱，塞到他手里，大步走到院子里，骑着车子很快消失在夜幕中。结婚4年，没见过他一个铜板，这是最后的道别吗？楚香儿追到大门口，连丈夫的背影都没看到，想着心爱的男人就这样离开了，楚香儿不禁肝肠寸断，捂着嘴唇，哭红了眼眶。妹，别哭，哭的哥心疼。他不要你，我要。一个压低的男音突然响起，吓得他一哆嗦。楚香儿哭太伤心，没注意有人来了，等听到声音，就发现自己的腿被人抱住了。那人蹲在地上。你是谁啊？放开我，不然我喊人了。别喊，是我。你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？香儿妹子，咱这10里8村，哪个男人不想着你才能入睡？只不过我近水楼台先得月。我是一个无脑扶姐魔，把姐姐的3个儿子都培养成才后，甚至将亿万家产全部转给了姐姐。接上集，姐姐一家撺掇陆野去大城市挣钱，来帮他们养孩子。没想到刚出门，姐夫就对弟妹耍流氓。楚香儿听到刘昌盛的污言碎语，恨得一口银牙差点咬碎，不动声色地从墙上抠下一块尼克拉。楚香儿将手里的泥土往他眼上狠狠一砸，趁机跑回院子，拴上了门。楚香儿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你男人走了，给我儿子挣钱去了，你把我伺候好了，才能有好日子过。他真的走了。楚香儿闭上眼睛，泪水忍不住地淌了满脸，不舍、心酸、痛楚，但更多的是担忧丈夫一路是否平安。刘昌盛听到门内传来啜泣声，以为楚香儿被自己唬住了，开始刚柔并济。香儿妹，你就和我好一回吧，反正陆野兄弟走了，你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，给我1分钟，我准能让你怀上大胖小子。正说着话的刘昌盛连裤带都解好了，就在这时候，突然听见砰的一声脆响，他的脑壳被人砸了一闷滚。惊慌失措的刘昌盛嚎了一嗓子，提着裤子撒腿就跑，裤腿绊脚，加上慌张，他跑得不稳，跌跌撞撞的，一头扎进了自家的粪坑里。救命啊！救命！救你妹啊！陆野丢下棍子，不知道从哪掏出一串爆竹，点燃后直接扔进了粪坑，噼里啪啦，刘昌盛被炸得嗷嗷惨叫，粪水也被崩得飞了起来。哎呀，好像是当家的在呼救。陆美兰终于听到了丈夫的呼救声，赶忙和母亲夏荷花一起跑出来，
一人拽了刘昌盛一个裤腿，想要把他拽出来，但刘昌盛早就解开了裤带，他们猛地一拽，直接将他裤子拽掉了。荷花母女俩摔了个大马趴，而刘昌盛则光溜溜地投入粪坑的怀抱。哎呦喂，这位真冲鼻子！前后邻居听到声音都跑来围观，但谁也不敢靠近，看着刘昌盛像电影的慢镜头一样乱哆嗦，都哈哈大笑。夏荷花跳脚大骂：是谁在坑我女婿？等我儿子赚大钱回来，非灭他满门不可。另一边，陆野骑车赶到单位，找校长喝了2杯，顺便修改了一下辞职申请，来个停薪留职，把职位保下来。那恶心的姐夫就别再想接他的班了。白校长，谢谢您对我的照顾，我不会忘记您的。翌日清晨，当楚香儿在一个坚实的男人怀抱里醒来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傻掉了。啊，阿野，你不是走了吗？去哪儿啊？去大城市赚钱啊。你男人在家乡也能赚到，为什么要去大城市赚钱啊？你真的不走了？不走了，永远守着你。那你再睡会吧，我去做饭。楚香儿起床后，先把一家人的衣服洗了，然后做早饭，顺便将丈夫的白衬衫放进米汤里酱一酱。陆野一觉醒来，女儿玲玲已经不在屋里了，她3两下穿上衣服，准备洗脸。一出门就看到女儿端着小茶缸，鼓着腮帮子滋水玩。咦，爸爸，看我教泥鳅吐水呢。啊！陆野接过女儿的茶缸，差点泪奔。女儿把昨天她留下的2条小泥鳅都塞杯子里了。宝贝，你这样玩，等会妈妈会送你一个完美童年的。啊，爸爸，看看我的小牙刷的白不白？不错，很白。此刻楚香儿正在灶房忙活，陆野透过灶房的窗子看向妻子。陆野看着她，想到这世上有个人，无论自己怎样落魄，都永远站在自己背后，不离不弃，心里瞬间满满的安全感。楚香儿从没怂恿过女儿去恨她这个不负责任的爹，反而不断树立她在女儿心中的正面形象，所以女儿才和她没有隔阂。加油，宝妻，感激不尽。阿野，玲玲，马上可以吃早饭了。好嘞，我先将门口的菜园浇一下。陆野答应着，提着2桶水走向大门外。楚香儿赶忙跟上去帮忙。此时大门外，刘昌盛端着一盆碴子粥，正在守株待兔。他的脑袋肿了一大圈，有8斗那么大，身上一股粪坑味，还自以为很帅，目光时不时地瞟着楚香儿的家门，就等他出来说点虎狼之词。可看见走出来的人是高高大大的陆野，他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僵住了。哎呀妈，这小子昨晚不是连夜出去挣钱吗？怎么还搁家里呢？昨晚都差点把你淹死在粪坑里，还不老实。我的女人也敢动，好玩的还在后面。小舅子在家呢？你这么问，让我怎么回答？我要说在家，嫌你问的多余；我要说不在家，摆明把你当瞎子。呵呵呵呵。刘昌盛笑得像脑子缺根弦，端着碗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滚远点。楚香儿一瓢水浇了过去，刘昌盛被浇了满脸，饭盆里的稠粥也变成稀粥了。刚想骂2句，就见陆野冲了过来，吓得他饭盆一扔，一溜烟跑了。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打姐夫了！陆美兰，你弟要打我！你说什么胡话呢？我弟不是已经走了吗？他还在家呢，就在外面，不信你们去看看。陆美兰和夏荷花急忙跑出来，看到陆野也惊呆了，尤其是看到陆野居然帮媳妇劳动，更是觉得扎眼。楚香儿，你凭什么使唤我儿子干活啊？陆野浇完最后一瓢水，拉着媳妇回了家。夏荷花吃了个闭门羹，气得回到院子，爬上墙头。阿野，你怎么没走？是啊，弟，你怎么还把你姐夫打了？你不是去大城市赚钱去了吗，弟？我为什么要去？再说我去哪里关你们什么事？你不是答应我们去赚钱的吗？那你怎么不去？就你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，我不知道。刘昌盛被堵得说不出一句话，美兰和夏荷花也一时不知说什么，3人缩回脑袋，面面相觑。你找几个小痞子来，等陆也不在家，就把楚香儿给我轮了。不妥啊，老婆，轮人犯法，得让香儿主动。香儿，你他妈喊得真轻！3个人正在密谋什么的时候，突然一个佝偻的身影走了过来。你出来做什么？给我看病，送我去城里看病。看病？看什么病？看病不要花钱呀。那我不管，卖血卖地，你们也得给我看病。你们不给我看病，我就跟组长说，你们长期虐待我，尤其是美兰，你虽不是我亲生的，但是我养大的，你必须给我看病。爸，你之前不是说不看了吗？能治谁不想活着？医生说我这病手术费5000块，美兰你是长姐，出3000，阿野出2000。啥？3000块？我种10年粮食也赚不到3000啊！这个家不能待了，全乱了。弟弟不向着我了，继父也爬起来作妖了，这可咋整？要不咱们分家吧？陆美兰听到刘昌盛的话，如醍醐灌顶。对，分家必须分。现在弟弟工作也让出来了，又不肯出去打工，在家当农民只会拖累我们，不如分家，把老头分给弟弟，我就1毛也不用出了。陆老爷子听到分家2个字，嘴角露出不可觉察的微笑。我是一个无脑扶姐魔，把姐姐的3个儿子都培养成才后，
甚至将亿万家产全部转给了姐姐。接上集，老爷子要去城里看病，姐姐和姐夫为了不出钱，竟然要分家。对，分家必须分，把老头分给弟弟，我就1毛也不用出了。阿爷，我想给阿春嫂和六婆送几个包子，行吗？平时阿春嫂和六婆没少帮我，尤其是六婆，过年的时候还给了玲玲1碗瘦肉丝呢。当然行，我买这么多物资，除了给你们吃，还想还点人情。媳妇和我真想一块去了，你把糖果、红枣还有牛肉这些也带上点。阿春嫂自家有3个孩子，还帮咱，真不容易。谢谢当家的。楚香儿喜悦地看了丈夫一眼，端着热气腾腾的包子走出大门。夏荷花也走出院子，准备去找村长和族长来主持分家事宜。见儿媳端着包子过来了，心里一喜。我就说嘛，楚香儿还得巴结我这个婆婆，这不包子就送来了。哼，一会不跪着求我吃，我都不带接的。夏荷花冷哼一声，翻了个白眼看向天空，静等儿媳卑微跪下献上包子。谁知等了半晌，一点动静没有。夏荷花垂下高贵的头颅，就看到不远处六婆豁着个门牙，喜滋滋地咬着包子，软和好吃。阿爷还让我送点肉给您。是亲妈亲还是六婆亲？这2个败家伙怎么能把自家的东西送给外人呢？兰兰，一会让你小姑子来一趟，我得换儿媳妇。你看她包了1桌包子，却一个都不给我吃，反而给无亲无故的六婆吃，这种不孝顺的儿媳，要她有什么用？陆美兰与母亲一拍即合，本来她想搞臭楚香儿的名声的，但楚香儿在陆家村口碑极好，想搞坏楚香儿的名声太难了。楚香儿给六婆和阿春嫂送完东西，挎着空篮子回来，一进门就看到女儿被丈夫逗得哈哈大笑。妈妈，吃饭，玲玲饿了。你们怎么不先吃啊？爸爸说妈妈不回来，不能吃。别聊了，快来吃饭吧。你吃包子，我吃馒头。凭什么？我喜欢吃粗粮。我也喜欢，一家人就要同甘共苦，要吃就吃一样的，不能区别对待。对，爸爸给我也吃馒头。吃你的包子去吧，就欠我爸爸训你。就是。楚香儿被训了，却笑出了小虎牙。她感受到丈夫和女儿的疼爱，乖乖妥协了。好，都吃包子，馒头能放，包子容易变质。吃好饭，陆野将2个包子揣口袋里，来到隔壁院子，见儿子只端了碗薄粥，夏荷花阴阳怪气的笑笑：“你是吃蔬它了？你老子快死了，也没见你拿个包子孝敬他。”妈，我跟您亲，孝敬他干什么？你。夏荷花顿时语塞，一时不知他哪句真哪句假，但他明显感觉儿子突然不亲了，不然该把那盘包子端来给他吃，而不是六婆。弟，等会送完饭，你先别走，谈一下分家的事。我不分，我工作没了，以后吃啥喝啥。昨天买肉的钱都是借的，妈，你们得帮我还。夏荷花与女儿面面相觑，本来还有点留恋陆野的，听这话瞬间不留恋了。爸，快把这包子吃了。东屋内，陆野将包子掏出来递给父亲，老爷子精神状况好多了，眼睛炯炯有神。儿子，他们被我逼得想分家，已经喊村长和族长了。行，那咱们就按计划行事。我能走路了，分家之后我再养几天就能带娃了，到时你和儿媳该挣钱，该下田，玲玲就交给我。想带玲玲你得考试，你要是考不及格都不给你带的。爸，你说你也忒没用了，我妈为什么对你这么差？你看香儿怎么对我的，你长得也算标致，没理由混得比我差呀。这里面牵扯到一段历史，很复杂。族长，我儿子小野有房子了，楚香儿不是盖房了吗？所以这边的房子就归美兰，咱不能重男轻女。可以是可以，不过这宅子是我们陆家长房代代居住的，美兰要是想要，就得让她女婿和儿子改姓，入赘我们陆家。入赘那可不行，你快说话啊！你想让我把小野的身世说出来吗？族长，要不这边的房子就给美兰住，等以后她回婆家了，还归咱们陆家。哼，想让我回婆家？没门！我要在陆家村永远住下去，就算以后3个儿子有出息了，我也得站着这里，可不能便宜了楚香儿这个外人。小野，你有意见吗？没意见，给我亲姐住，我一点意见都没有。我除了要我妈，其他的财产都可以给我姐。你想把继父那老家伙甩给我，那可不行。5000块的手术费呢？妈，儿子现在没工作也没钱，又不会做农活，儿子离不开您啊。小野，妈也舍不得你，但妈跟着你也得帮你姐做家务、看孩子，财产都归你姐，你看行吗？这不扯吗？你们到底要不要分？不分别捣乱，田里都是火。分，妈，你就跟我吧，我又不是爸亲生的。夏荷花点头，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儿子。陆爷也在心里彻底放弃了这个母亲。经过这一曲折，陆美兰就没办法把财产全部占有了，因为弟弟说了，妈跟着他可以不要财产，不跟他那么就要。
想不到儿子这么精，能行的事情先说不能行，能办到的事情先说不能办到，能直接选爹却先选娘，满满的智慧啊！陆野，以后你只负责赡养父亲，陆美兰赡养母亲，即便父母一方去世，也不能改变，否则视为弃养。你们清楚了吗？清楚了，族长。清楚了，总算甩锅成功了，既不要承担继父的手术费了，也不要帮弟弟还债了，手里还有几百块存款，几百斤粮票，血赚。只是让他料想不到的是，10分钟之后，他就在门口看到继父穿着红色喇叭裤、紧身花衬衫，和阿春哥谈收木材的事。叔，我家山上有100来棵大树，你要的话就找人去伐，钱不钱的，年底再说。不急，先跟你定着。天啦，100棵大树，那得多少钱？夏荷花见死老头子一改之前的病态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，也直犯嘀咕：难道我们被这两父子耍了？我是一个无脑福解魔，把姐姐的3个儿子都培养成才后，甚至将亿万家产全部转给了姐姐。接上集，老爷子要去城里看病，姐姐和姐夫为了不出钱，竟然要分家。没想到刚分完家，老头子一改之前的病态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去谈生意了。我的衣服那么多，你怎么就捡这套最不正经的穿？这身衣服你不是淘汰了吗？爸寻思扔了可惜，我穿着咋样？说实话，骚不拉几的。好看，我爷爷穿花褂子变年轻了呢，对吧，爸爸？对，不光年轻，还有大老板的气质。对了，香儿，我今天要去城里做点小生意，田里的活等我回来干。那你带上点钱。楚香儿掏出手绢，小心翼翼地展开，里面是丈夫昨晚给的钱，她数了好多遍，贴身放着。不用，我做的都是无本生意啊。阿爷你该不会……在当地无本生意指的是失足妇女做的那种生意，不需要本钱，只要身体。看着丈夫英俊的相貌，她又有些担忧了。楚香儿，你的思想严重有问题，我可是为人师表的人。那你昨天的钱怎么来的？那是我昨天卖泥鳅换的，今天我准备卖蜂蜜。那玩意还能卖钱，而且还卖这么多。对呀，所以你就是个小笨笨。要不你把那些干洋槐花带上吧，买蜂蜜就送洋槐花。好主意，看不出你还挺有生意头脑，不愧是我的老婆。玲玲，在家里乖乖听妈妈和爷爷的话，知道吗？爸爸，我也想和你去城里。行，既然玲玲想去，我就把玲玲带上。听说没？陆野辞职了，让他姐夫接班。真的假的？那还有假？他姐亲口说的。啧，真是24孝好弟弟，真是笑死了。他姐夫狗肚子里盛不了4两香油，还教书呢。光听说有让儿子接班、弟弟接班，没听说过让姐夫接班的。这个陆野是不是这儿有毛病？不是这儿有毛病，是下面。真的，当然是真的。他是我家亲侄，我能胡说？他下边不行了，还指望姐姐的孩子过继给他一个当儿子，不然你以为他为啥对他姐百依百顺？真可惜了，那么大的个子大有什么用？该大的地方不大，跟金箍一样。哎，白瞎了我香儿姐了，鲜花扎在牛粪上。嘘，别说了，过来了。哟，今天怎么不带外甥了？真稀罕啊！说什么呢？人带外甥怎么了？谁不喜欢大胖小子？阿野，你要能生就再生一个。能生人陆野肯定早就生了。众人的目光随即都有意无意地扫过他左腿的右边、右腿的左边、中间的那1亩3分地。我是刨你们家祖坟了，还是把你们家孩子扔河里去了？一个个的这样损老纸，照我以前的脾气，非要削你们的老公一顿不可。管好你们自己的男人就行了，楚香儿的男人行不行？轮不到你们管，一个个闲得蛋疼。陆野回敬了2句，推车准备离开，但是妇女们可不想放过他。小野，你要实在不行，就在陆家子侄里物色一个继承人。对，千万别便宜了外姓人。你那3个外甥虽然是近亲，但跟咱们不同宗同族。当然，你能生就尽量自己生。我说的是实在不行的话。谁说我男人不行？本来我男人要带我一起出门的，但我昨夜太累了，腰腿现在还酸着呢。哎呦，香儿啊，小野对你也不好啊，你没必要为他扯谎啊。是我丈夫对我不好，可我还是死心塌地的跟着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强。如果谁不服，我可以把我男人借给谁试试，怎么样？老婶子，要不你先试试。哎呦，香儿，你乱说啥呢？我可是长辈，这事怎么能随便试呢？您知道自己是长辈就好。我和我男人的床子之事，倘若年轻的小媳妇小伙子八卦一下，我还能理解，毕竟没经验。您都身经百战了，还有什么好奇的？还有，我们暂时没生2胎，那是因为我男人公职在身，现在他辞职了，我们就准备生了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？没有。阿野，你和女儿早点回来，我做好饭等你们。
你回家歇着，我给你赚钱去。玲玲，到城里要听爸爸话。我会乖的，妈妈。玲玲笑眯眯的承诺道。楚香儿又客气的和村民打了个招呼，这才转身走了。楚香儿一向是个很温和的人，从不与人争吵，也不曾占别人半分便宜，所以她在村里的名声非常好。如果今天不是为了维护丈夫，她应该不会去针对谁。真不要脸，这样夸自己的丈夫。玲玲耳朵尖听到了高春兰说妈妈的坏话，就有些调皮。沈婆，我爸爸要带我去城里下馆子，喝羊肉汤，吃小糖包，你也带小强一起去呗。小强是老婶子唯一的孙子，此刻正在旁边喝大碴子粥。闻言，立刻觉得大碴子粥不香了。我要下馆子，和玲玲一起喝羊肉汤，吃小糖包。小强乖，咱不喝那玩意，羊肉汤骚的烘的。羊肉汤才不骚的哄的呢，羊肉汤可好喝了，雪白的汤上飘着鲜红的辣椒油，热的乎的，辣的乎的，再撒点绿油油的香菜和大蒜叶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玲玲也没喝过羊肉汤，但听母亲讲过，小家伙这一描述，别说小强顶不住，连周遭的大人都要流口水了。我要喝羊汤，我就要喝羊汤。小强馋得满地打滚，嚎哭不止，老婶子急得直冒汗。玲玲骗你呢，他爸怎么舍得给他喝羊汤？我舍得。爸爸走吧，我们喝羊汤去吧。走，喝羊汤去。玲玲扬起小下巴，调皮的和爸爸相视一笑。陆也跨上车子，哼着小曲骑向村外，心里别提多得劲了。刚被媳妇护过，现在女儿又帮他出了气。玲玲这小丫头片子怎么这么坏？人家这是聪明，谁叫您说人家爸妈的？聪明个屁！不行，我得去找侄女陆美兰聊聊。陆野居然给女孩买羊汤喝，不给3个外甥买，这太不科学了。我是一个无脑扶姐魔，把姐姐的3个儿子都培养成才后，甚至将亿万家产全部转给了姐姐。接上集，陆野带女儿准备去城里挣钱，刚出门就碰到村里一群妇女挖苦自己。媳妇看到后，赶紧出面维护丈夫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侄女陆美兰聊聊。陆野居然给女孩买羊汤喝，不给3个外甥买，这太不科学了。此时的陆野父女俩在村外一个养蜂处下了车，这对夫妻年年到这里赶花，孩子还是陆野帮忙尽的孝。陆老师，你要多少蜜场开拿，卖不完再给我退回来。蜂农既然这样说了，陆爷也不客气了，于是1毛钱没花就进了110斤蜂蜜，又拿了20斤蜂巢、10瓶蜂皇浆、10包花粉。陆野带着女儿赶到家属大院的时候，已经小半晌了。家属大院门口已经等了好几个妇女了。小伙子，再给我来点泥鳅，我家男人昨天吃了这个泥鳅特别好。是啊，昨晚炖了汤喝了，今天早晨就浑身是劲，按着我不准我起。对不起姐姐们，泥鳅过几天才有，今天有纯洋槐蜜、蜂巢蜜、花粉和蜂皇浆。好纯的蜂蜜，可惜我家男人不喜欢喝蜂蜜。买给自己喝啊，怎么光想着男人，光把男人养得那么年轻，等着他嫌弃你啊？你看你的脸，一层老皮，还有斑点，喝纯蜂蜜能延缓衰老，这是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。小伙子，给我来5斤水白蜜。好嘞，您稍等。旁边的人见他连价格都没问，就直接买，顿时也按耐不住了。水白蜜多少钱1斤啊？水白蜜10块，橙黄蜜3块。天啊，10块，这是吃金子吗？太贵了。水白蜜稀少，营养价值高，放以前都是进贡到宫里给娘娘们的。姐姐们嫌贵的话，还有杂槐蜜，只要1元1斤，每天早晚泡杯温水喝，能喝1个月，合成几分钱一天。给我1斤水白蜜吧，我还是小时候吃过水白蜜，拿1斤尝尝，还是那味不？好嘞，您稍等。我也买2斤送人。水白蜜总共拿了20斤，瞬间卖了19斤，营业额200元，去掉本钱，再去掉赠品，差不多净赚80多元。陆也很满足，只是隐约间他感觉一双不太友好的眼睛在盯着他看，于是扭头看过去，一个光头男人和他对视了几秒，眼神恶狠狠的，非常嚣张。就在这时，旁边摆摊的黄二麻子凑了过来，压低声音：兄弟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人也是卖蜂蜜的，他有好几家店铺，基本垄断了这几条街的蜂蜜生意，不好惹。你下次还是卖泥鳅吧，泥鳅没人卖。他家的蜜怎么样？不好，掺糖水。你这一卖真蜜，他就露馅了。甭为我担心，老哥，做生意全靠各自本事和能耐。他卖假蜜还想凭耍横斗狠垄断的话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小伙，买杂槐蜜有赠品吗？按说没有，但您是上年纪的人，我可以送您点洋槐花。那真是太谢谢你了，给我装1斤，我有点咳嗽，买点蜂蜜液里压咳嗽用。好嘞，您稍等。陆野的蜜便宜，品质好，几乎没吆喝，杂槐蜜就卖完了。另一边，楚香儿正在野外挖泥鳅，已经挖了很大一个深坑了。虽然她不想丈夫辞职，但已经辞了也只能接受现实。她现在只想替丈夫分担，
累积点资本再做打算。于是他转念一想，他多干一点，他男人就可以少干一点。想到这里，楚香儿努力克服恐惧心理，便跑来野外抓泥鳅。正挖着，刘昌盛挎着一份筐野菜，脸皮很厚的走了过来。妹，你在这挖坑干啥？给你挖的。你昨晚怎么对我的？等我男人回来我就告诉他，后果是什么，你应该能猜到。妹，咱们虽说分家了，但还是一家人，你别弄得不团结。就算没分家，我和你也不是一家人，我家姓陆，你姓刘。楚香儿，你这个臭不要脸的，怎么又单独和我男人在一起？你想干什么？刘昌盛，你给我过来！你推车子干嘛？你又不会骑。老婶子说，我弟带着玲玲下馆子了，我想去看看。下馆子就下呗，等咱到了，人家都吃完了。不是下馆子的事，我二叔从县城回来，刚好看到我弟在做生意，说他生意可好了。那快走吧，趁家还没分热乎，咱再去分他一点钱去。此时的陆也抱着女儿，刚从一家百货公司买了一大网兜东西走出来。玲玲手里拿着大风车，好奇的左看看右看看，睁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，一瞬间不够用了。等陆美兰和刘昌盛赶到城里，并没见到陆也，只找到了他的蜂蜜摊位。问一下，这是陆野的摊子吗？对，是他的。您是？我是他亲姐。他今天生意怎么样？挺不错的。那他人呢？不守着摊子干什么去了？现在不忙，陆兄弟带闺女逛街去了。您放心，东西绝对丢不了。我们和陆兄弟在一起处了2天，都成哥们了。弟弟生意这么好，一定赚了不少，就算本钱是借的，也该回本了。哎，我就不应该分家。他们去哪里逛了？就在这条街后面，百货公司那边。走。陆美兰没回话，直接拽着丈夫就走。张三和黄二对视了一眼，这姐当的不咋地啊，按说应该留下一个人看摊子才对啊。对呀，虽然我们也能帮看，但万一我们的生意也忙起来，顾不到，跑了生意多可惜。逛完百货公司，陆也抱着女儿走向繁华的美食一条街，找了个羊肉汤店，要了2碗羊肉汤，1份炖羊杂，又要了份凉拌粉皮黄瓜花生米。爸爸，这黄瓜好好吃，留一点给妈妈带回去。咱不差钱，一会咱再给妈妈单独买一份，你就敞开吃吧。好，那爸爸一起吃。陆也一双眼眸盯着女儿，眼里都是疼爱。他和楚香儿不知还会不会有其他孩子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他最疼爱的永远都是女儿玲玲。想起那次新往事，陆也的鼻子又泛酸了。爸爸，羊汤也好好喝，给妈妈买羊肉汤带回去，妈妈干活累。宝贝先吃，一会给妈妈单独买一份。听到爸爸会给妈妈单独买，小家伙才放心的吃起来，也不让爸爸喂了，端起比脑袋还大的汤碗，自己稀里哗啦的喝起来。这小丫头真是太好养了，老父亲真是倍感欣慰。阿爷，你干嘛给她吃这么好，浪费钱？什么意思？她是个丫头，迟早要嫁出去的，你带她吃这些有什么用？咱们前村的老万头不就是没儿子，到老就被他女儿给饿死了，你应该把钱给侄子外甥，男孩才能靠得住。接上集，陆也带女儿下饭馆，没想到姐姐陆美兰追上来说，她女儿吃好东西是浪费，还要求陆也把钱全部给侄子。你干嘛给她吃这么好，浪费钱？什么意思？她是个丫头，迟早要嫁出去的，你带她吃这些有什么用？咱们前村的老万头不就是没儿子，到老就被他女儿给饿死了，你应该把钱给侄子外甥，男孩才能靠得住。我女儿把我饿死，那是我活该，但被别人饿死的话，我不甘心。还有，任何情况下，我都会把我所有财产留给我的女儿，她养不养我是她的事，我将她带到这个世界上来，爱她是我至死不渝的初衷。好，说得好。陆野的一番话，引得饭店里的其他食客纷纷鼓掌。爸爸，我不会把你饿死的。玲玲水汪汪的大眼睛里闪着泪光，小手把吃到一半的贴饼从嘴里拿出来，塞爸爸嘴里。以后爸爸先吃，等爸爸吃饱了，玲玲再吃。老板，还不快把这女人赶出去？什么玩意啊！店老板闻言，立刻出来维护秩序，要赶陆美兰走。请你出去，我们店里正在营业，请不要捣乱。我凭什么出去？我来喝羊汤不行吗？对不起，没位子了。老板，哪有生意不做的道理？再给我打包2份带走。好嘞。陆也结了账，抱着女儿走出了羊肉馆。陆美兰鼻子都气歪了，走也不是，留也不是，最后只好硬着头皮点了1小份羊汤。以前吃陆野的，喝陆野的，不觉得有什么，现在分家了，花自己的钱，跟割肉一样疼。回去的路上，玲玲还在抽噎，睫毛挂满泪水，一想到姑姑说的话，她又难受的瘪起小嘴。爸爸，玲玲不会让你饿死的，除非玲玲先死了。胡说！陆野听到玲玲的话，脑子瞬间就炸了，狠狠训斥了女儿。玲玲被吼得一哆嗦，像只小奶猫一样缩着脖子。陆野心疼的不行，抱紧女儿小小的身子，眼圈红了。答应爸爸，以后不许说不吉利的话。玲玲长命100岁。爸爸也永远不死。为了舒缓女儿的情绪，陆野带玲玲在市中心逛了一圈，父女俩这才忘记了不快，又说说笑笑起来。不远处传来放鞭炮的声音。爸爸，
爸爸，去看看。好。一家商场开业，正在进行抽奖活动。舞台上，主持人正在慷慨陈词，门口摆着一排锃亮的摩托车，抽中特等奖的将会拥有一辆摩托车。还有10分钟，抽奖活动就结束了。奖盒里根本没有特等奖，他在耍我们。对，根本没有。不好意思，让一下。陆野穿过拥挤的人群，走到抽奖箱前，把手伸了进去。他知道这个奖盒里肯定有特等奖，弄虚作假是不允许的，但特等奖绝对不会掺在里面。他的手没往下抓，而是往上，一把接下了粘在盒盖下的奖券，递向主持人。我的天啊！恭喜这位男同胞中了特等奖，喜提摩托车1辆。天，太幸运了！人家这手，再看看我这手，剁了算了。我这自行车能变速，瞅见没？新款车，这车真漂亮啊！咱村就算是路野，也只是骑老式28大杠，借给我骑一圈呗。不借，给我碰掉漆咋办？有什么好吹的？咱村除了组长家，就是路野最富。你陆凯排不上号。路野算什么东西？他工资再高，骑的也是28大杠，他买得起我这新款自行车吗？人家路野可是师范生，有文化。那也没见他的老婆孩子享福啊，害得我香儿表姐还跑泥鳅吃呢。谁说路野聪明？我第一个不服，聪明人都把日子过好了，路野的老婆孩子再挨呀，就别说聪明。众人瞬间认同了陆巴巴的说法。陆巴巴见众人都站他一边，顿时觉得自己堪比哲学家。他骄傲地跳上自行车，想要耍一下车技。就在这时候，猛地听到突突突的声音，他抬头看过去，只见一辆炫酷的摩托车开了过来。不是咱村的吧？我怎么看着像路野？前面还带着个小孩，不是玲玲吗？不可能，玲玲哪有这么洋气的衣服？但就是他。野哥，这摩托车太漂亮了，哪里借的？不是借的哦，是我爸爸买的。众人近距离看着摩托车，赞叹连连，瞬间把陆巴巴新买的变速自行车秒成了渣。村里的年轻人羡慕的口水都淌出来了。哎，我什么时候也能带着我女儿骑摩托车逛街？那你得先有个媳妇，你还是根棍，就想要女儿了。等我买了摩托车，媳妇自然就上门了。阿爷，你真是深藏不露啊！这本田王得值2万多吧？我天，2万多，我这辈子也不可能拥有了。那可不一定啊，好好赚钱，机会还是有的。陆野温和地鼓励各位，拿出一瓶蜂蜜，抛给族长的儿子，然后还给了陆二愣一瓶。谢谢你骂我。接着又给了陆巴巴一瓶。陆巴巴没想到陆野会给他蜂蜜，呆了一下才接，险险接住。野哥这拿着吧，自家兄弟一笔写不出2个路。陆二愣看着蜂蜜，一张酷似山顶洞人的脸，写满不解。我骂陆野什么了？想不起来了。不过骂人还能得蜂蜜，太好了！趁陆野还没走远，再骂一句，然后再得一瓶蜂蜜。陆野想交你个大冰箱，我最看不惯你这种人，拿了别人的好处还忘恩负义。不是，是陆野说谢谢我骂了他的。哦，想起来了，我之前骂他憨批一个。此时楚香儿正在门口的菜园里给豆角子搭架子。菜园周围站了许多妇女，3、5成群，说说笑笑。之前他们喜欢在村口扎堆，今天在这里聚集，是为了打陆野的脸。等下就看看陆野能挣来钱给楚香儿不？楚香儿早上还说她男人那方面强，呵呵，再强不会养家，有什么用？还不如黄瓜舒坦一圈刺。接上集，陆野带女儿去城里挣钱，村里的妇女见不得别人好，聚集在陆野家菜园，等着陆野空手回来，好打陆野的脸。楚香儿早上还说她男人那方面强，呵呵，再强不会养家，有什么用？还不如黄瓜舒坦一圈刺。这些人也不嫌无聊，一个个的汉人有笑人无。楚香儿笑笑没说话。此时一辆摩托车开了过来，堪堪停在菜园的篱笆旁边。哟，陆野，鸟枪换炮了，给楚香儿赚的钱呢？在这里。怎么才1块钱？女人们完全不管人家给女儿买的新衣，就够他们全家赚1个月的，更何况还有这么多物品。别说1块，就是1分我也高兴。香儿上车。去哪里呀？去兜风。骑慢点，我害怕。害怕就抱紧我呀。兜完风的一家3口吹着傍晚温柔的暖风，回到家里就看到夏荷花带着一个女版刘昌盛在门口堵住了他们。小野，你姐姐的小姑子和婆婆来了，你姐姐和姐夫不在家，我还得带3个孩子，你帮我招待一下。我没那个义务。楚香儿，你们什么意思？分家了，我就不是你的婆婆了。我说话有他什么事？你别让我说难听的。算了，阿姨，别吵了，不就添2副碗筷吗？算你懂事，晚上让客人住你那院，陆野还回他原来的房间睡，不然睡不下。这可以。楚香儿皱了皱眉，不想答应。陆野给妻子使了个眼色。楚香儿虽然不知丈夫啥意图，但还是配合道：行，那晚上就让客人住我这边吧。那就谢谢你了。怎么样，我儿子有前途吧？
摩托车都开上了，你嫁给他准亏不了。等晚上你就主动点，一旦发生了什么，他不想负责都不行。晚饭后，刘昌平偷偷潜入了陆野分家前住的房间。陆野等下会回这个屋睡觉，到时嘿嘿。另一边，陆野一直陪着女儿玩耍的睡着了，才和媳妇打了个招呼走人，但他也没去隔壁院子。野哥有啥事？没事，来看看你。野哥，我看你是有心事，啥事和我说说呗。我和我姐他们分家了，你应该知道。我知道，你就不该分给他们任何东西，他们凭什么占咱陆家村的宅子和地？那倒无所谓，主要是我以前的铺盖，我妈不肯让我拿走，我比较念旧，只想拿回我的被褥。我给你去拿。算了，要被我姐夫发现了，非揍扁你不可。不能说，我巧不svar的拿，看他能把我咋地。陆二郎不由分说，站起来就走。在他的价值观里，棉被是非常值钱的。此时的天已经黑了，村子里一片寂静。陆二郎悄悄来到陆野原先住的房间，躲在窗下听了一会，确定没人后摸进了房间。刘昌平闻到凤凰牌香烟的味道，心里一喜，这个烟挺贵的，普通村民抽不起，肯定是他来了。刘昌平一把拉住男人的手，按到自己的身上。陆二郎吓得一哆嗦，但很快被柔软的感觉折服，心里一荡，这屋里怎么会有女人？不管了，反正是这女人主动的，哪怕是夏荷花，我也不能放过。想到这里，陆二郎将衣服一扯，猛扑了上去。另一边，听着隔壁物资的靡靡之音的夏荷花一阵窃喜。以后你小姑子嫁给了陆野，摩托车那不就是你的了？可是妈，万一我弟不愿意怎么办？那就由不得他了。等生米煮成了熟饭，他就得负责。这年头作风问题，可是要吃花生米的。也是，那咱们什么时候去捉奸？等枝桠生再快一些的时候。刘大娘，时间不早了，咱们去休息吧。不好意思耽误你了，我上了年纪就想晚睡会，不然老起夜。那我再陪你一会吧。楚香儿怕老人家单独上厕所再摔着，只好强压下困意，想等陪老人家上好厕所再去睡觉。刘老娘有一搭没一搭的找楚香儿聊天，其实就是不想让香儿睡，拖着她，得让她眼睁睁的看着她的丈夫是怎么背叛她的。正说着，突然传来敲阳瓷盆的砰砰声。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，我家进贼了啊！进贼了！香儿大吃一惊，赶忙就往外跑。刘老娘心里则一阵大喜，终于成了，这夏陆野以后就是我的女婿了，两家合一家，亲上加亲。贼在哪里？在陆野睡觉那屋啊！陆野！楚香儿闻言魂都吓飞了，于是大喊一声，狠狠撞过去。别撞门，野哥不在。二郎正奋力耕作到高峰时，突如其来的撞门声给他吓得一下子僵住了。现在他和女人分不开了，只能带着女人勉强爬到门后，用桌子将门顶住。刘昌平也意识到睡错人了，整个人仿佛被雷电劈中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那你是谁？我是二郎，野哥让我来帮他拿东西，谁知我一进门就被贼人压了。野嫂，你快帮我喊野哥来，我害怕。好，那你当心点，我这就去喊。我的天老爷，这让我怎么活？刘老娘此刻已经知道女儿搞错人了，喜悦瞬间变成惊恐，一下子瘫在地上，双手拍着地大哭。那陆二郎他见过，是个又黑又臭，一年都不见得洗一回澡的懒汉。我那可怜的如花似玉的女儿啊，竟然委身于了这种人。夏荷花、陆美兰，你们还我女儿清白！刘老娘蹦起来就要撕扯亲家和儿媳。夏荷花和陆美兰被骂得一脸颓败，不敢还嘴。关键时刻还是刘昌盛聪明。妈，你等等，要不咱把门砸开，藏起陆二愣，回头一口咬定是陆野干的。这主意好，婆婆你继续哭，骂陆野。刘老娘瞬间领会到了，立刻又拍着地开哭。陆野，你怎么能毁我清白的女儿？她还是个黄花大闺女。陆野，你敢玷污我妹子，我和你拼了！刘昌盛煞有介事的大喊一声，没看到黑暗处一个身影迅速闪匿。接上集，夏荷花一家设计陷害陆野不成，被二愣给破坏了。妈，你等等，要不咱把门砸开，藏起陆二愣，回头一口咬定是陆野干的。这主意好，婆婆你继续哭。刘家人这是要陷害陆野哥，不行，我得给陆野通风报信去。不好了，野哥，出事了！刘昌盛说，你刚才在你的屋里把他妹子给睡了。胡说，陆野这不一直在这里看电视吗？族长爷爷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我听刘昌盛亲口说的，难道他要嫁祸给野哥？走，去看看。陆野站起来就往回走，他的身后还浩浩荡荡的跟着一大群人。西游记虽然好看，但远远不如捉奸现场好看，何况里面还隐藏着一桩奇案，大家都兴致勃勃地跑了起来。快跳窗子走，不然弄嘎你！哎呦，别动，疼！陆二愣疼得大喊，刘昌平也疼得浑身哆嗦。刘昌盛这才看清是怎么回事。以前只听说过狗分不开，没听说过人分不开的，这可咋整？哎呦，我可怜的宝贝闺女哟！不好，
来人了，快把他们2个藏起来！我是受害者，凭什么躲起来？闭嘴！刘长胜一跺脚，准备用棉被将妹子和陆二愣一起裹起来运走。不行，不能走，万一躲起来之后，刘长胜为了救妹子将我阉了怎么办？别扒拉我，快滚开！你弄得脑子好痛。刘长胜被推得撒了手，一瞬间2个人滚出了被子，白花花一片。与此同时，村民像涨潮一样涌进了屋子。你们简直是伤风败俗！二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刘长胜眼见嫁祸失败，也不想这妹子能嫁给陆野了，抢先说道：族长是这样的，陆二愣来我家偷东西，还把我妹子强了。那你妹子为什么会在我房间？她不是去隔壁睡了吗？还是你们亲自安排的？那个我也不知道，我和美兰刚从城里回来。妈，这咋回事啊？可能是小平人生地不熟，走错房间了吧？对，我走错了房间了。他一进屋就把我抱住了，然后我挣脱不开。大家都知道，女人不可能强男人。我妹子走错房间，也不是二愣行凶的理由，所以该把陆二愣进猪笼。那可不一定啊，我看这是得报案，好好审审。对这事说不清可不行，我作为族长，不能让自己的族人喊冤，更不能让客人受辱。小野，你骑摩托车到镇上报案，这事的前因后果必须得审得明明白白。如果是二愣的错，二愣沉塘；如果不是，哼，好嘞，族长。陆野一点头，准备走人。陆美兰急了，毕竟心里有鬼，她真怕给审出来了，自己和丈夫没办法在陆家村立足。族长，这事闹大了，对人家女孩不好，万一再寻短见了，要不这事就让陆二愣负责吧。我可不要他，跟母猪一样。刘长平被骂得脸色一片惨白，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。我真的那么差劲吗？连陆家村最烂的男人都不要我？既然陆二愣不愿意要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陆美兰暗暗倒了一下丈夫，现如今只能弃车保帅。刘长胜也没办法，虽心疼妹子，但无力回天，只能吃闷亏了。还请族长做主，找个医生将他们分开，我连夜送他回家。你来。不行，我虽然经常处理这种事，但我是兽医啊，这处理人我没干过呀。这事态紧急，就你专业对口，试试吧，不行再想办法。好吧，那我试试。随后兽医走过去诊断了一回，摇摇头，这种的太大了，我整不了，还是送大医院去吧。我不去，又不是夫妻，到时候怎么见人啊？哦，这么说，要是夫妻就能去了呗？二愣，你还是娶了她吧，不然阉你保她。我这二愣，作为男人，你得有担当。行吧，算我倒霉，娶个破烂。其实他也想娶个老婆，但他今晚和陆野促膝长谈，从陆野身上吸取了日月精华。听野哥的果然没错，想要一件东西，一定先说不要，这样才有可能要到。嘿嘿。行了，都散了吧，人家是夫妻了，也没啥好看的了，让出路来他们好去医院。哎，弄的什么事这是？陆野夫妻2人走到家门口，隐约间有孩子的哭声传来。坏了，我把女儿锁屋里了，应该是她醒了。为什么锁她？我爸呢？他怎么不看着孩子？刘老娘要住在咱家，爸回避了，去戴柏家住了。这刘长胜一家简直就是搅屎棍，可恶！玲玲别怕，爸爸来了。坏了，我把女儿锁屋里了，应该是她醒了。为什么锁她？我爸呢？他怎么不看着孩子？刘老娘要住在咱家，爸回避了，去戴柏家住了。这刘长胜一家简直就是搅屎棍，可恶！玲玲别怕，爸爸来了。玲玲不知哭多长时间了，赤着小脚丫跪在门后，手爬着门缝，露出一只眼睛看着外面，时不时的扬起小脸，张大嘴，对着屋顶哭一嗓子：爸，玲玲害怕，爸爸快来，玲玲害怕。玲玲别怕，爸爸回来了，妈妈拿钥匙来了，马上开门。阿爷，钥匙不见了。怎么会不见呢？你陪着玲玲，我去找找。爸，如果钥匙找不到，我是不是就永远出不去了？不会，别着急，爸爸有办法。陆野逐渐恢复冷静，手指抠着门轴，往上一抬，木门就被卸了下来。爸，没事了，乖，都怪爸爸耳朵不好使，没听见玲玲哭，是爸爸错了。在陆野的一再安抚下，小家伙终于不哭了，睁大眼睛看着爸爸，眼里还含着胖胖的泪珠。爸，我妈妈呢？去找钥匙了。如果找不到，别骂我妈妈好不好？她不是故意丢的。是爸爸的错，怎么会骂妈妈呢？那咱们帮忙一起去找吧。好。正说话的时候，楚香儿急忙赶了回来，忐忑地看着丈夫和女儿。阿爷，没找到。没事，明天再找不到，咱就换锁。妈妈别怕，爸爸说没事。翌日清晨，天还没亮，陆野就悄悄地起了床。今天要犁田，楚香儿昨天已经和阿春嫂打过招呼，借他家的牛和犁。我还说去喊你呢，刚好你来了。谢谢春哥，我用完喂好料，再给你送来。你一个读书人哪会耕田？
你嫂子让我一定要跟你一起离，不然就罚我站。那就谢谢你了，春哥。哥俩顶着清晨的雾霭，一前一后走向村外的水田。兄弟，你家的田怎么被人犁过了？犁过了，确实犁过了，而且手把挺好，应该出自一个老庄稼人之手。难道是二叔犁的？不是我吧？他还病着呢。那会是谁呢？两人正疑惑着，突然听到不远处的沟渠里有响声，循着声音望过去，只见沟渠旁边停着一辆牛车，车上拉着犁，车把上还挂着马灯。一个老人刚从沟渠里上来，应该是刚犁好田，去沟渠里洗腿。哟，这不是楚老伯吗？香儿妹子的父亲。老人家这是怕女儿挨累，连夜犁的田，2亩水田，说多不多，说少不少，但够老人家干一整夜的。陆爷整个人待在那里。兄弟，咱得去打个招呼，喊老人家回家歇息，吃口饭再走。听到陆阿春提醒道，陆也如梦方醒，迈着大步追了上去。爸，回家歇歇吧，香儿和玲玲都挺想您的。楚山摇摇头，牵着牛继续走，整个人显得非常深沉。陆也没再追，目送着老丈人离开。兄弟，怎么没留住他？陆也摇摇头，他就是跪下，老丈人也不一定理他，人家只认女儿，来犁田也是为了女儿，而不是他。等忙完这段时间，我再带着香儿和玲玲去老丈人家赔罪吧。楚香儿一觉醒来，天已经大亮了，意识到丈夫可能已经去田里干活了，于是赶忙穿好衣服，准备去田里帮忙。扭头看到女儿玲玲还在熟睡，楚香儿想起昨晚把孩子单独留在家里，孩子都吓着了，又将女儿包好，抱着出了门。妹子，我今天就正式上班了。提起上班，楚香儿脚步一顿，心头噌地窜出一股怒火。这份工作是她丈夫10年寒窗才考上的，却被无耻小人抢了去。二虎他爸，你今天头次上班，我给你放串鞭炮，庆贺一下。陆美兰喜滋滋地走了出来，手里提着一串大地红，几个儿子连同夏荷花都欢呼雀跃，如同过年，仿佛昨夜发生的悲剧和他们无关似的。楚香儿怕吓到自己的孩子，抱着女儿快跑了几步。3个男孩见他跑完心大起，点了一个窜天猴，对着母女俩就放了过去。窜天猴撞上楚香儿的肩膀，瞬间在她肩上炸了，崩了玲玲一脸。玲玲本来熟睡的，这会被吓得浑身一抖，小手晃了晃，嘴巴张得圆圆的，半天哭不出声音。你们干什么？吓到我孩子了。吓到就吓到呗，又不是男孩，丫头值什么钱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楚香儿气得柳眉倒竖，走过去一把扯过爆竹，丢了出去。你疯了啊！她又不是刚出生的婴儿，都3岁多的老姑娘了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别人家这么大的女孩，早就煮饭做菜了，谁像你们这么惯着，没家教？那你再生一个女孩，3岁就让她煮饭，给我们看看，我们也好学学。你弟，楚香儿妒忌你姐夫去上班，把爆竹给我扯烂了，他简直就是一泼妇。是你儿子先放窜天猴，吓到我孩子的。哦，既然是我媳妇给扯烂的，那我来给接好。说着，陆也就蹲在地上开始接鞭炮。楚香儿看了眼丈夫，心里失望极了，抱着女儿无力地走向自家的院子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给修好了，多简单的事，值得大惊小怪。谢谢舅。有份体面工作就是不一样，连高傲的小舅子也得巴结我了。我来点鞭炮。二弟，往舅妈那边举。刘小二配合得不错，想赶在舅妈进院子之前将鞭炮点上，再下台一家伙。不知是大虎太着急了，还是鞭炮太不结实。随着一声巨响，鞭炮裂成2、3段，一段滑到挑竹竿的刘小二的手上，一段掉进了刘大虎的裤裆里。2个男孩吓得嗷嗷叫，满地打滚，但丝毫摆脱不了爆竹的追杀。空气里除了有刺鼻的火焰，还有浓浓的烧焦蛋白质的味道。而陆爷早就飞奔到妻子身边，弯腰捂住了女儿的耳朵，勾唇对着女儿扮鬼脸。玲玲被爸爸逗笑了，不怕了，咧着小嘴回望着爸爸。阿爷，是你。楚香儿急忙拉着丈夫进了院子，狐疑地看着他。如果说这不是他刻意报复，谁能信？解气吗？不过是不是太狠了？狠吗？我早说过，欺负我的老婆和孩子下场不会很好，是他们不听，等下还有更解气的呢。陆爷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大和二都受伤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是我点的火，还是我放的炮？你觉得我有问题，你可以报案。报案，动不动就报案。帽子叔叔是你爹啊？接上集，刘昌盛抢了陆野的工作，放鞭炮庆祝。3个侄子竟然还要拿着鞭炮炸玲玲，陆野略施小计，把3个侄子炸得稀碎。你觉得我有问题，你可以报案。报案，动不动就报案。帽子叔叔是你爹啊？陆美兰一跺脚，恨恨地转身离去。二虎他爸，你快去上班吧，第一天上班别耽误了。刘昌盛看了眼手表，快7点了，也不管孩子了，跳上自行车，飞快地往镇上赶。喂，你谁啊？你不认识我了，我是新报道的刘昌盛老师啊。去一边玩去，今天是有新老师报道，但不是你。啥？不可能，板上钉钉的事，怎么能说不是我呢？陆爷你认识吧？他上周带我来过一次，什么手续都办好了，就等今天报道了。那我可不知道，没人通知我。我要见校长。去，一边玩勺子蘸白糖去。校长是你一个小人物，想见就见的吗？
你，刘昌盛气结，但很快就识相的拿出一包烟，笑着塞给门卫，帮忙吧，大叔。等着，我帮你喊去。此时校长正在巡班，恰好就巡到大门口附近的一个班级，老门卫还没走10步呢，就把校长喊来了。我去，快亏死了，又白折了一包烟，真是处处是坑啊！校长，您记得我吗？你是谁？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明明上周五您还握着我的手，欢迎我加入呢。接下来不管刘昌盛说什么，校长都不搭理，反而问他要学历证书，要介绍信。刘昌盛只好灰溜溜的离开。等下我去和丰农签个合同，你在家里好好歇息养一养，过几天去丈母娘家一趟。你刚说去哪？去我老丈母娘家。楚香儿惊喜的咬了咬唇，心里激动的砰砰跳。以前丈夫从不愿意去她娘家的，甚至和她的娘家哥水火不容。那什么时候去？等栽好秧苗就去。真的吗？最多不超过3天，我就可以回娘家了。太好了，好想爸爸和妈妈。你是因为我才和娘家断的来往，我无论如何也得帮你修复好这层关系。这几天我要好好赚钱，到时带着你和玲玲体体面面的去。不是你的原因，那是因为婆婆。妈，你跟陆野说说，让他再帮忙，我不甘心就这样失去机会。陆野现在也是个农民了，你觉得他能帮得到你吗？能，肯定能，只要他肯帮我，肯定行的。那你自己去求他吧，他现在眼里已经没有我这个妈了。刘昌盛刚出门，正巧碰到陆野带着女儿骑上摩托车要出门。小舅子，你陪我去一趟学校。你能付我多少钱？我的时间很紧张的，我赚钱的速度都是按秒计算的。我们可是一家人，怎么能提钱？多生分。亲兄弟明算账，我一直把你当亲哥哥看待，这账不算才显得生分。这，记住，我捧你的时候你是个杯子，一旦我放手，你就是个玻璃渣子。给你脸的时候你得要。其实这句话我是想拍着你的脸说的，但你的狗脸上全是油，我不想脏了手。我记恩也记仇，别着急，后面还有更好玩的呢。明白了，我全都明白了，我被这小子阴了。这份工作之所以会丢掉，全是陆野搞的鬼。不管了，报仇，我现在就要报仇，让陆野变成活王吧。目送陆野走远，刘昌盛心里产生一道歹念，从自家的院子跳到楚香儿的院子。刘昌盛翻过去后扑了个空，此时的楚香儿已经出门给公公送早饭去了。刘昌盛心头闪过浓烈的不甘，在屋子里一阵乱翻，最后翻到了楚香儿的肚兜，放在鼻子上嗅了嗅。刘昌盛陶醉的闭上眼睛，太香了，比我闻过的任何女人都香了不知多少倍。工作没了算什么？我也去卖蜂蜜赚钱不就行了？等赚了钱打倒陆野，何愁得不到楚香儿？想到这里，刘昌盛又有了动力，将楚香儿的2个肚兜都揣怀里，翻过墙头，然后偷偷摸摸来到老相好翠芬家。此时的陆野已经和蜂农签好了合同，盘踞在村外的几家蜂农也都和陆野签了合同。毕竟陆野收购的价格比2道贩子高很多。随后陆野骑着摩托车前往村里的鱼塘和楚香儿会合，等下他们要到镇上办理分户手续。之前陆野夫妇的户口是和夏荷花刘美兰一起的，而玲玲一直没上户口，是个可怜的小黑户，趁着分家把户口也分了。小静啊，以后你就住我这吧，那样我就能天天吃到香儿做的饭菜了。吃一顿得了，别贪心不足，这饭菜贵着哩。好吃好吃，简单的粉丝馅包子怎么能做得这么香？我直系的厨艺当属第1名。正说着，陆野骑着摩托车来了，小玲玲第一时间跑到爷爷跟前告状：爷爷，大爷爷，刚才大虎、二虎拿鞭炮炸我了，就这，可疼了。这还了得！我今天非把他们赶走不可，即便陆野护着他姐，我也得赶走他们。再缓缓吧。陆静对大哥使了个眼色，陆唐知道弟弟有把柄在夏荷花手里，瞬间怂了。大爷爷以后肯定给你报仇。爸爸刚才已经给我报过仇了。说起爸爸，小玲玲的小嘴瞬间停不下来了。你爸爸真厉害。我爸爸最厉害了。小爷爷懂事了，知道在老婆孩子身上花功夫了。吃完饭，陆野带上妻女开心的赶往镇上办户口。陆野教了几年书，有点人脉，各项流程走的都比较顺利，户口本很快办下来了。楚香儿妈撒着小本本，看着户主陆野的字样，又看看自己与户主的关系，明明白白的写着妻，心里特有归属感。楚香儿，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，以后别忘了。忘了什么？别忘了到我坟前哭，别忘了，一定要比我活得更长，千万不要死我前头。虽然我知道这样很自私，但是我无法忍受想你的那一种孤独。我永远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情的。陆野忍不住心酸又想笑，他理解错了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回到家后，楚香儿将户口本小心翼翼地放在香笼里藏起来。突然，楚香儿发现家里不对，吓得心里一咯噔。阿爷，怎么了，香儿？家里招贼了。看看少了什么没有？钱没少，就是我的肚兜不见了。谁特么的这么下流？陆野突然想到刘昌盛被他羞辱过后那不甘心的表情，突然明白了什么，
扭头就往隔壁院子走去。